上淘宝闪购，搜夏日拼团，外卖低至5折起。本节目由点外卖更优惠的淘宝闪购独家冠名播出。成长没什么不可以。本节目由3重真萃3D 御护的皇家美素佳儿特约赞助播出。就算是个路人甲，谁也要翻身的。浪花吧吧吧吧吧吧吧啦啦。淘宝闪购，搜夏日拼团，外卖低至5折起。本节目由点外卖更优惠的淘宝闪购独家冠名播出。成长没什么不可以。本节目由3重真萃3D 御护的皇家美素佳儿特约赞助播出。听个段子电充好，感谢5分钟充好9分钟充饱，零下30度只多3分钟的比亚迪汽车赞助播出。轻松爆梗随口来，一口维他爽开怀。感谢真茶真柠真爽的维他柠檬茶赞助播出。土地有温度，美食有态度。感谢爆笑零食好 homie 10个晴天美食小铺赞助播出。欢迎来到淘宝闪购喜剧之王单口季第3季。叫起来！舞台。朋友们，这是脱口秀的夏天，不是别的夏天。真的，还有那选手问我呢，翟哥，你去年都夺冠了也没爆火，还回来比啥呀？我说你别管火不火，我就问你担当不担当。也触发了我们今天第一个金牌挑战。恭喜翟佳宁207票，那里面不是9是什么呀？根号81呀，拆开才是9。你是金牌律师，还比赛呢，这个得冠军，那个得冠军，老子得癌症了啊！到时候我就专门偷拍大爷偷拍。大家好，我叫小海 ，A.K.A 安福路站姐。我就说我喜欢玩手机，我就喜欢看电影、音乐、拍 vlog， 那不就是玩手机吗？啊！那你让山东猫民怎么介绍自己的英文名字？我骄傲。我看着镜子，望着镜子里的自己，挑不出一点毛病。同时，我们也恭喜林建奇204票。我们要开启这一季第1次魔王挑战了，掌声有请付航。为什么只有你的路由器不好使？这节目打了3季了，这是第一个守擂成功的魔王。我们下半场精彩继续，欢迎各位回到淘宝闪购喜剧之王单口季第3季第1赛段盲盒抢金赛比赛继续。上淘宝闪购搜夏日拼团，点外卖拼团更优惠。本节目由淘宝闪购独家冠名播出。笑点稳稳接住，成长稳稳守护。感谢让宝宝成长有底气、上场有实力的皇家美素佳儿特约赞助播出。第一位上场的朋友，新朋友还是老朋友，这个事儿还真不好说。对于有些朋友来说他是新朋友，但对于可能你看透又时间更长的朋友，他其实是老朋友。我们掌声有请这半场的第1位演员，欢迎赵有成。OK， 大家晚上好，我是赵有成，谢谢各位，谢谢。OK， 哇，干脱口秀确实很多年了，但是还是很难体面的跟老家长辈解释我到底在做什么，就是每天晚上叫这么100-200个人，在一个小黑屋里面，禁止录音录像，今天没收你们手机，对吧？我在上面讲，你们在底下鼓掌。我爸一听就懂了，哦，传销。因为我爸前几年真被骗进了传销，我现在想起来心里还有点难受。难受不是说他被骗，而是因为他被骗那天我在场，我看着我爸进去的。我不是没劝他，我也劝了，我劝他不要错过这次发财的机会。我俩不知道啊，当时的场景是我和我爸一起参加同学聚会，我俩不是同学。是我爸的同学，我叫他李叔，一见面说老赵，带你发财，我有一个特别好的项目，你今天先投6万。我说肯定是骗子呀，
李叔说2年到手1040万，我说李叔应该是有说法，应该是啊。具体什么项目呢？李叔原话：带我爸去广西北海，买一条高铁。买高铁？我说纪念品吗？李叔说高铁，载人那个。现在才明白，李叔当时用了一个双关，载人那个。没听出来。第2天，我爸跟李叔买机票就去了，一到那儿给我们发消息说完了是传销，我们才知道被骗了。我妈赶紧收拾行李，说你在家好好待着，我一定给你爸救出来，让咱们一家团聚。我妈一到就给我打电话说你快来呀，咱们得一家团聚。这边机会多，我说我在上海挺好的。他说上海再好，也就是全国第2。你没听说过那个排名，北上广深吗？我一下就懂了，太疯狂了，这一疯狂的骗我。哎，我说那你们这违法，就打击你们呢。他说这个叫正面打击，但是侧面扶持，暗中保护。低调宣传，疯狂的骗我。我说不可能对吧？我寻思陷这么深，什么时候能出来呀？没想到我6月初毕业，6月底俩人回来了。真的，我当时研究了传销骗人就2种方法嘛，先是让你进来交钱，然后让你骗朋友也过来交钱。但我爸妈2个特点，一是穷，2是因为穷导致人缘特别差，所以他俩没有骗到任何人，就单纯他俩的积蓄被榨干以后，被传销组织给优化掉了。6月，我们一家3口一起毕业了，俩人回来可怜巴巴，分文没有。哎呦，可怜！我当儿子，我得给他们复盘呢，我得给他们算账啊。说俩人2年被骗了12万，我这么一算，合下来一人1个月2500，包吃包住，还是海景房。我说那是得低调宣传啊。你真宣传这些老头老太太，没人去养老院了，是吧？朋友们，能听得出来我在抵制传销吧？因为真得强调一下，每次讲完都有人在底下点头，说其实挺划算，是吧？比上海便宜多了，是吧？别往那儿想，别往那儿想，因为那个窝点肯定已经被捣毁了嘛。包括李叔，现在我们也不叫他李叔了，叫李某。李某，真的，这个伤害并且是持续的。我现在总感觉是不是谁都要骗我，尤其是刚做脱口秀的时候，是一家俱乐部打电话给我，说我们这边有个新兴的行业。我说具体做啥？就是每天晚上叫几百个人关一个小黑屋里面，哈，你随便在上面讲，他们在底下听。我说我不敢去，然后还是我爸支持我说你就去。我说万一骗钱怎么办？他说骗钱，参加没有钱能被骗了呀。都说有钱不一定带来安全感，哎呦。没钱可以，没钱可以，尤其我们在前几年的时候还被正面打击了，人心惶惶啊，只有我胸有成竹。我说没事儿，应该是侧面扶持咱们的。OK， 就到这里，谢谢大家，我是有成，谢谢。谢谢赵有成。喜欢有成这段表演的朋友，千万不要忘记为他投票。3、2、1，请锁票。谢谢有成。你讲脱口秀多长时间了？看怎么算了。从被骗进这个组织开始算的。从被骗进这个组织，应该是大学的时候，然后参加过一次训练营，那是16年。正式讲话应该是18年，应该是18年。对，其实有成在没录节目这几年一直没有离开节目，就是做编剧啊，在幕后帮助大家。不知道马思纯还记不记得吐槽大会的吐槽大会是我的编剧，对，给马老师写过，然后去年也给鲁豫老师写过，还上了热搜。对，属于两边活都接的那种哈。混口饭吃嘛，不容易。感觉你变帅了。然后中气十足啊，真的是好洪亮，丹田发声，是吗？是的，不错。我觉得这一票我是因为我觉得你开场还是有点紧张的，但是开场不容易啊。对，是挺紧张的，没事儿。我觉得
接下来的选手好好比吧。我觉得我后边开的还行。对大林来说这是新朋友。是，您好，刚认识您，别，您别客气，对，没少那个给搭档写段的时候骂你，没事，对不起。那都你写的。也不全是，有一些是。早看你不是好人啊。对，现在觉得就您。可能是因为您总健身吧，是吧？您这个哦，对啊，所以这中气特别足嘛，身体特别好。我是觉得我不成熟的小建议，你下回就是可能麦克风，比如稍微远一点，离远一点。你看王悦其实也是，他声音也特洪亮，你看他每回他那台麦克风老放在这儿，他老搁这儿说，您这有时候声音太大，确实是就我们刚想要乐的话，您这又给我吓回去了，稍微有点。OK， 是，别的没都特别好，您是很成熟的演员。我这后边还真是可以约一下稿。我一听原来这么多精彩的这个作品都出自您手，现在拍来及吗？现在有点来不及了。那你现在拍就有点刚刚正面打击，现在侧面扶持的意思。那我还是选择暗中保护吧。高调宣传吧，高调宣传吧。行。我是觉得脱口秀编剧们特别了不起。之前老说每个人能讲5分钟脱口秀，那是对于会讲脱口秀的人。像我们这种属于会背5分钟别人给我们写的脱口秀，而且他要根据我们的特点，所以我觉得你们非常的棒。真的，因为我觉得脱口秀它特别可爱一点，它就是特别包容，它有很多的多元的评价体系，就你可以是各种各样的。我也是，就是去年上半年没有演出，就是我挺质疑自己脱口秀演员的身份的，然后一直在做编剧。去年是什么契机让我重新开始讲？就是何广智拿了冠军的时候，他参加一个罗老师的采访，问我看了没有，我说我看了，其实我没看，然后我就回去特意看了一下，他说他第一次去上海看的演出是我的演出。然后还说我在我身上学到很多东西，然后那个时候我就挺感动的，就是冠军都不嫌我丢人，我为什么我都没有资格嫌自己不好？然后我就重新开始讲，然后就今年来到这儿，我觉得一切都特别好，我就接纳自己，很接纳自己。您往这儿看，桃李满天下，这属于是啊，都是您写完稿，人家跟说一说去。买桃李就上淘宝上购。你掌握太多这个不需要的技能了。还有，我告诉你个数字，欧美脱口秀演员基本的年纪是10到15年，你还有好几年。对，我就乐观一点看，就是哎呦，还有5年的时间，加油！有成演完，我们备战间的朋友们，有没有演员会向赵有成发起挑战呢？请看大屏幕。有2位朋友向你发起了挑战，那请有成先来到休息区。赵有成也算是我进脱口秀圈里的前辈吧。我人生第1场开放麦就是他主持的，命运的齿轮又转动回来了，就感觉想打一下子挺好的。大家好，我是七友啊，我今年30岁，讲脱口秀已经有6年了，目前是一个全职的喜剧演员兼一个全职的乐手。我讲通过曝光，然后给我的乐队带来一些登上大舞台的机会。接下来的这位朋友是这个舞台的新朋友，他除了脱口秀，还是一位摇滚人，所以他每天的生活就是 rock and roast， 同时拥有脱口秀和乐队的夏天。我们掌声有请七友。是七友，对，我是一个摇滚乐手啊。但我最近刚剪这个新发型，他们都说我现在是摇滚鲁豫。对，其实我是一名贝斯手，大家都知道，对，乐队中存在感最低的一个人。怎么说呢？我们乐队现在就在演出。没人发现我来了，我身边是有人不知道这个乐器是什么，问我乐队玩什么，我说贝斯，他问我贝斯在哪，我说我贝斯在家，他说在家不叫贝斯，你那个叫 gap， 我说 gap 是啥乐器？
就是 gap， 就是什么都不做。我说那不就是贝斯吗？我告诉朋友，存在感低是因为我们贝斯是一个低声部乐器，对，但它很重要，它是负责兜住整个乐队的。你可以看不到，但不能没有。贝斯是这个乐队的内裤。所以当我朋友说我听不到你贝斯的声音，我说听不到就对了。我说越舒服越高级的内裤越像没穿一样。我说这就是弹贝斯的最高境界，无痕贝斯。他说啊，那你们乐队是不是要每天都换贝斯？其实干摇滚很酷，但学摇滚太不酷了，对吧？我在北京一个音乐学院学音乐，我们学摇滚的竟然有早课，所以我要每天早上8点准时起床学摇滚。当我朋友说你干的什么摇滚，我说全日制摇滚。我就问老师，我说老师，为什么我们玩乐队的要早起？我老师说摇滚乐需要愤怒，而早起会有起床气。他说早起是这个世上最摇滚的事情。我以为摇滚是反抗不公，原来是反抗我生物钟。最摇滚的事儿就是我去演摇滚乐演出，我烟熏妆不能是画出来的。你很难想象，以前摇滚精神是造，现在是早。本来以为毕业了之后可以持证摇滚，但是发现我这个学校太不正规了。我们学校的学历，学信网不认，但是在摇滚圈含金量很高。这句是我老师说的。然后我就猜，我说会不会我们学校在摇滚圈含金量高，就是因为学信网不认呢？你想在外人看，他说哇，你上3年学不要学历，这也太摇滚了。我毕业之后去找乐队，这个主唱很拽，他说想加我们队，你有什么优势？我说哼，我这个学校学信网都不认。主唱惊呆了，说啊，学信网是什么？我说坏了，遇上真摇滚了。我现在有一支在北京的乐队，但我说实话，我觉得我们这个队不摇滚，因为我的乐队成员们不穷。我们主唱在北京有房。我说有房怎么干摇滚啊？咱们摇滚乐不是要穷吗？啊，摇滚的第一要义就是合租。啊，我合租，我愤怒，我反抗资本家。有房你愤怒啥？房价又跌啦。我们主唱特别正能量，他的梦想是用我们乐队的歌曲宣传北京。我说怎么会有人干摇滚的初心是建设我的家乡啊？这个事不是我们该干的吗？这个事不是说唱歌手该干的吗？对吧？你不会见摇滚乐上台，就你不会看到窦唯说，哼，北京东城豆子来了。哎呦。我们摇滚乐手根本就不需要宣传家乡，我们只用杀死这个家乡人。就是我的感受就是，我们主唱虽然在干摇滚，但梦想是有编制。你知道，一个每天在 live house 跳水的人，梦想是想上岸。我觉得他的梦想就是在音乐节发表讲话。咱们摇滚乐不能这么摇，咱们得有组织有纪律。不要忘记，我们乐队的宗旨就是先摇带动后滚。你知道，为了实现我们主唱的梦想，前几天我们队发新歌，我们主唱说，到咱们发新歌的时候艾特一下北京文旅吧。你知道，我第一次见主动要求被管理的。到时候咱们就直接写一首歌，咱们就写一首你要生3胎吗？你看看。就是我现在虽然有了一支我自己的乐队，但我觉得其实我并不是真的摇滚。我时常在想，我说中国真正的摇滚乐在哪里？有一次我演出结束之后坐地铁回家，
猛然间一抬头，我发现身边所有的人都在维持一个很摇滚的姿势，大家都在右手握拳，抓紧扶手，随着地铁在左右摇晃。我说这不就是音乐节常用的姿势吗？我当时懂了，原来最摇滚的地方在地铁，最摇滚的事儿是每天早起坐地铁去上班，去反抗生活。当时我就懂了，我说会不会音乐节其实只是一辆轰鸣而过的地铁，地铁才是日复一日的音乐节。就我们仔细想，在地铁里，我们都会不由自主地喊出那句最勇敢、最愤怒的话，就是你能不能别踩我脚了？谢谢基友，喜欢基友今天这段表演的朋友，千万不要忘记为他投票。3、2、1，请锁票。再次谢谢基友。脱口秀整这么多年，又出现了这个新赛道啊，新的品类啊，摇滚乐。乐队叫什么呀？我们是一支风格比较小众的乐队。这一听还不太好意思说这个。我们是一支玩 ska 的乐队，可以理解为雷鬼反派音乐的一种。对，那就是还挺猛的呀，那个是吧？一般猛，你可以听一听。啊，我们乐队叫玩具头 Toy Head。那所以说贝斯其实是平时就是在里边，能说起拨弦的次数比较少一点是吧？相对来说，这个是一个蛮刻板的印象，一般弹的少的都是技术比较菜的。怪不得我以前呢也合作过一些乐队，看样那就属于是技术比较菜的，因为看半天就是身子晃得多，嘣，就是这，这是，这招谁惹谁了？这是灵真起手，哪来这么一出啊？好突然啊！这是博哥最摇滚的照片。这太猝不及防了，我天哪！这是，其实这个也是，你知道这照片怎么出来的吗？按理说这照片应该都是别人给放出来的，这照片是我后来开始有了一定成绩以后，有一个记者跑到我们家去了，说是我朋友，跟我妈聊天，我妈给人做中午饭，做完了以后，他说他有没有之前的资料什么给我看，这全是我妈给摊开给人拍的，一张一张给人拍的。就这些资料应该原始只有纸质版，对吧？对。好家伙，入室坑骗了咱老太太。对，所以说你们现在的海报大概是什么样的？能宣传宣传？可以关注我，然后看我们乐队的。不用这么羞涩了，节目组刚跟我说版权的事情搞定了。我们听一下吧。博哥下来跳舞啦！太适合博哥了。这音乐太棒了。好帅啊，好帅！作为一个波波头女士，想对另外一个波波头女士说两句话。其实我先知道七友，是因为有一次我在做功课的时候，我会就是查这个，然后他们有一些歌，我没有怎么听音乐，但我看了很多歌词。他那个有一句话我一直记得，他说没有金钱无忧，没有欲望烦忧，生活在这城市我才感到自由。正能量，正能量。对，又摇滚又温暖。他讲的特别好，特别松弛，我觉得是真的很松弛，就是那种摇滚感觉的松弛，而且没有我故意要反叛什么，或者是我故意要刺痛谁，我就是讲我自己最在乎的事情。对，就是讲相信的东西，我觉得特别好。谢谢七友的表演。那接下来要登场的这位演员呢，00后，但是是这个舞台的老演员了，台风成熟老练，也是咱们东北赛道的高材生，欢迎于波。
嗨，朋友们，我叫于博，很开心我回来了。我去年也来过这个节目，但是巡演到现在1年，我了解我现在的知名度就是没怎么上来，但我消费已经上来了。哎呦妈！我上个月在成都花了300块钱剪了一个头，太激进了，300块钱我没剪过，我只剪过50块钱的头。我说300块钱头得咋剪？我得自己再带5个头来。不知道你老当跟班的，没当过带头的。你只有去了之后才知道，300块钱全是过度服务。有一个人专门给我洗头，一个人专门给我吹头，还有一个人专门催我办卡。知道的开始问说：“帅哥您好，您这个发型啊，前额有什么要求？刘海有什么要求？鬓角有什么要求？枕区有什么要求？枕区，这都是谁呀？我头里有这么多人吗？给他们拉个群吧。没告诉过我有什么要求，就我妈告诉过我她对我发型有什么要求。我妈要求我那个头发剪得快。从小到大，我妈、老师说头发不耽误学习，只有这一个要求。我们老师、高中班主任说那个话夸张，说你们这些人在班级不用现在留那花里胡哨头发有啥用？等你们以后考700分，爱留什么头留什么头。我就想留斜刘海，代价是不是有点太大了？要考700，能留斜刘海，我都当高考状元了，图啥呀？毕业时候哪有那斜刘海拨碎？咋跟采访的记者解释啊？人不得问吗？那么于博他高考状元太努力了，什么是你的动力督促了你？我说刘海，他说刘海是你死去的家人吗？我说刘海就是刘海，他今天也来到了现场。咋解释啊？3年拼死拼活，最后为了当非主流，不讽刺吗？考了700分，为了和200分的同学长一样。但你不能有对发型好看的要求，因为你稍微有点要求，老师说你不行啊，你这叫臭美。臭美？什么是臭美？臭美？臭美应该是我们对石楠花的评价。我都这样了，我最多算臭一般。我们班级的管理条例极其激进，说你们不要洗头，不要洗澡，不要换衣服，专心学习。哎呀妈！最后半年，班级终于没有人臭美了，臭。所有人都是这个打扮，来了个新同学，鸡窝头、黑框眼镜、胡子拉碴，高考状元。第一天报道，卫衣穿反了，最强大脑。所有人都是这个打扮，在我班的标准下，朴树算差生，纯反面教材。穿新衣吧。剪新发型啊！你家长不得给你领回家吗？轻松一下。Windows 98，哥们儿还想上网吧 ？New Boy 上不了我们的 Old School， 就流浪汉能上我们 School。我们班级最后半年，一堆流浪汉坐在班级备战高考。乞丐来我班，以为到救助站了。我们看着乞丐，以为新同学呢。丐帮的本质是作业帮。老师说那话真的挺吓人的，说你们去理发店浪费时间，完全可以自己给自己理发，专心学习。要不说高中生还是得有自理能力。你现在听了会觉得荒谬，那时候愚蠢，信。当天晚上回寝室借的推的给自己剃头，根本不省时间，2个小时就把两边剃干净了，前面后面看不着，中间剩一绺没剃完，后半夜困了，第二天一睁眼就顶着墨西干上学去了。奥特曼背着书包跑操去了。
这发型坐在班级上早自习，太像傻的了，像是那种会把中性笔塞到嘴里边，然后，一看就能给这笔的墨吸干。吸干。老师当天就骂我，说我追求个性，说我叛逆，说我小郭德纲。说你剪头发还是好打理，和老师剪一样的发型就可以了。他60了，地中海不好打理，墨西哥不好打理吗？和你那地中海还互补，咱俩能拼团买1顶假发。你总不能班级40、50个全是地中海吧？班级40、50个，谢广坤穿着校服上自习，你不害怕吗？一低头，老师讲台眼睛晃的睁不开。晚自习上到天亮了。班级中间就一片地中海呀，那是教室还是欧洲啊？班级的气候都变得夏季高温干燥，冬季温和多雨了。老师就在中间一站，被地中海包围了。老师是意大利。管我们纪律的时候都这么说话，说你们不要再说话了，你们这不是。他一说话脸儿都看不着，全被他那黑手挡上了。你不应该吧？但这样的教育会培养出畸形的产物，对吧？像我们这种人长大之后会对美有偏见，有的时候看着一个人很好看，就会觉得肯定不学习。看那巴黎时装周，我说这帮人都这么漂亮，哎呀，不认字儿吧？你知道什么是庄周吗？就搁这时装周啊。你会在一定场合下、特定场合去更信任那些不好看的人，对吧？如果今天是一个考试，周围陌生的考场我都不认识，但是我就是要抄袭，我肯定抄我旁边最埋汰的那个人，对吧？门墙陈明飞，我肯定抄陈明飞。庞博陈明飞我都抄陈明飞，庞博黄渤我都抄黄渤。哎呀妈，庞博那张脸放在考场太安全了，没人看，纯防弹衣呀！哎，这个人坐我考场给作文写满了，我以为他抄阅读呢。但不对吧，朋友们？但不对吧？审美什么时候开始站在教育的反面了？审美不应该是教育的一环吗？你总得通过教育才能让我知道什么是美，什么是丑吧？丑是我们都不想成为的那个画面，美式咖啡。我是于博，我讲完了，谢谢你们。谢谢于博。喜欢于博这段表演的朋友，不要忘记为他投票。3、2、1，请锁票。谢谢于博。结束的猝不及防，怎么会停在美式咖啡上呢？因为今年我也想当一回傻子。那我必须问一下，这个领域的这个，为啥骂这么难听呢？啊，骂谁了？骂我吗？没有，特好，但是他确实骂我了，啊，反正叮咣乱炸，一直在翻，特好。但是我特别喜欢他那个中间的状态，是他那梗都挺混的，但是他那态度前面态度都又很正，其实很能说到大家心坎里。说那个于博这些梗都是奇绝的角度击中你，你知道你哪个梗击中了大林吗？小郭德纲。
我认为美是小郭德纲。不是你这都是小笑话，我小的时候真剃那个头。我小时候也真剃，这个是一个真事儿，那个梗是一个简单真相。武孝传真好，他其实我没想到他是从理发开始，然后用理发贯穿始终，最后其实讲的有一大段关于更年轻时候的那种青葱岁月的回忆，然后最后讲到审美跟教育的对立还是应该站在一起的问题，我觉得太棒了。当你讲到理发的时候，我其实稍微有点担心，因为之前你听到过一些关于理发很好的段子，但是我发现就是一个优秀的演员，他能够从新的角度翻出新的花来。哎，感谢。于博，然后那个博还是一个博。对，这也没忘了糟蹋我一回。哎，没有。对，就比如说问大家，如果说我俩在一块儿，你们抄谁的？也没听明白是什么博，反正是都没好到哪儿去。这个，但是我觉得特别好的一点是在哪？我觉得有一个作品是在讲审美，我特别高兴。我记得以前是木心好像有一句话说，没有审美是最大的绝症，好像是有这么一句话。大概这意思。我觉得这个作品最好的一点就是。他用了一个特别的方式，开玩笑的方式，说小时候上学的方式。其实我们的那些审美都是从最小的时候那点点滴滴，一点一点被抹杀掉的，认为它不重要。不，它太重要了。刚才于博说到，说教育为什么没有和审美结合在一起？就是你说那句话的时候，我就感觉我那个一下机灵了一下，就是终于有一个人说这件事情，就会很开心。而且我特别喜欢你蔫蔫的、黏糊糊的，然后又有点那个小委屈。一个好词儿没有啊？小委屈还行。小委屈，然后但是你说出来那话呢，又会让人很中听，就是整个就是很流畅、很舒服，特别喜欢。几位，你们原来留过那种贼叛逆的发型吗？哎呦！啊，这节目组，我天哪！你的好精彩啊！那个波麒麟也太好笑了吧！当时啊，我妈跟家正做饭呢，来一个记者说呀，说是我同学，我妈就给他看了。不是，太可爱了。咱们这些是剧照还是？我那个时候是在做一档那个音乐节目，当时就是每天介绍那个摇滚乐，就每天深夜介绍各种。反正也要配合这个节目的风格是吧？对，稍微有一些，确实波头不太适合主持人摇滚节目，不太摇滚。我这个就是平时那段时间就留的是这段时间还好吧？其实我的最叛逆的时期，就是最另类的时期，是留了一个郭富城的头型，当时。就自己对自己认识太不清楚。好嘞，那于博演完，咱们这一组的对决也要有个结果。那我们先请有成和七友回到舞台中央。很精彩啊，很精彩！这半场第一个对决就拉得挺满的。那观众朋友的选择会是如何呢？结果请看大屏幕。这个要是没有197票，我就生气了。恭喜于博哦，差2票就开启我们金牌的挑战了。有成136，七友184。按照规则，两位要先遗憾的前往待定区。谢谢两位的表演。其实出分的时候，我还这个感觉很微妙，你又觉得我还蛮好的，然后又会有一点点小失落，就是为什么不能再好一点，就能直接晋级了。大家真的很好，大家都会关心我说，担心我开场这个位置会不会影响到我。我觉得本身就是，这个行业对我能力的一种认可。那我们也恭喜于博198票直接晋级。差一点就金牌了。我知道他肯定低不了，我以为他会掉金牌了。哎，黏糊的多好啊，上台。嫉妒。有啥？我今天也别猖狂，金牌第2轮有可能得用。我下一轮赛制是啥？抢夺金牌，物理抢夺，就抢夺你的金牌。你不要试图跟一个律师讨论物品所有权的问题。下一位要登场的演员是一位新来到我们舞台的演员。据他自己说啊，平时就是一个行善积德、乐于助人、
货真价实的这么一个老好人，所以我们一起来听听这位老好人的心声。掌声欢迎来自厦门来风的武科伟。嗨 ，Hello， 大家好，我叫武科伟，面相老实，看得出来吗？从小就老实，就是从小人缘好，老实人缘好，经常放学路上会有哥们儿等我。有个哥们儿每次见我来都很高兴啊，会掏出小刀耍一套，然后我把钱给他，我后面反应过来，哦，这是勒索。我之前一直以为他在卖艺的，很难确定的。然后这个哥们儿吸烟挺有意思的，烟吸进去，从嘴里吐出来，能再从鼻子里吸进去，帅。那是我们村第一台抽油烟机。他跟我们说这招叫做追龙，我说这应该叫方太吧。谢谢武科伟。接下来要出场的这位演员，掌声有请朱大强。哎，大家好，大家好，我是大强。我有一次在酒吧里面喝酒啊，遇到一个男生，明显是喝多了，他端着那个酒杯过来跟我讲一些胡话荤话。讲完以后呢，自己给自己找台阶下，他说你要理解，你要理解，我们男的嘛，有时候喝多了就是会酒后乱性。我说哟，乱性是吧？那你以后就跟我姓。我说你以后跟我姓朱，你们全家都跟我姓朱。我当时举起酒杯，跟酒吧所有人说，我说来，这个酒吧以后所有人都跟我一起姓朱。听出来我也喝多了，我真的喝太多了，重申这是我在酒吧反清复明啊。谢谢朱大强。接下来有请三角猪俱乐部的主理人戴维。Hello， 嘿，大家好，我是戴维。确实是老朋友了。其实我今年已经37了，对，都说男人过了25就是60，所以我今年72。我觉得人的衰老它不是一个缓慢的过程，它往往就是一瞬间。我的那个瞬间就是我女儿第一天上幼儿园，我把她送到校门口，给她系鞋带，我一弯腰就闪到了，我当场给她跪下。好久都起不来，女儿当场吓哭，也给我跪下，爸爸不要死。那天学会一个道理，小孩鞋子还是得买魔术贴的。我很仔细的回想了一下，好像就是在我女儿出生之后，我身体就开始有这种断崖式下滑，我感觉自己跟一个水果手机一样，就下一代一出来，上一代就很多问题。那现在很容易累，就感觉续航变差了，那相当于电池老化。那接下来中年发福，就电池鼓包，再往后憋不住尿，电池漏液。谢谢戴维。戴维演完，我们这一场的 PK 也要有一个结果，观众朋友会给他们什么样的结果呢？请看大屏幕。恭喜戴维，164票直接晋级。看了几组 PK 了，看了几组挑战了，接下来我们玩一点不一样的，好不好？我们要开启下半场的魔王挑战环节。而接下来要上场的魔王，他们是一组大家的老朋友。虽然是2026年的夏天，不知道为什么我感受到了一丝雪国的气息。我们的这个漫才魔王是谁呢？哇！怎么请到他们呢？我的天了，我感觉回到了2020年高中时候躲在被窝里看脱口秀大会的那种感觉。大家好，我是王建国啊。元老级别的 OG 级别的，在我的心里，我一直是那个守墓的人，这个世界是我看的坟。在我妈眼里，宇宙的尽头就是铁岭。我妈还听说王建国是盘锦人，就问我，你说宇宙的尽头有没有可能是盘锦？地大物又博，还有王建国。我觉得他俩应该就是要么转战综艺，要么转战幕后。没想到他们今年会以大魔王的身份重新回到赛场上。
就是越过万重山，喜剧还是它原来的样子。喜剧真好，喜剧让人重聚。让我们欢迎这对老朋友第一次搭档讲漫才，有请王建国、李雪琴。大家好，我是王建国。大家好，我是雪琴。哎呀，建国老师，咱俩见一面挺不容易。我见你一面挺容易的呀，随便充个会员不就看着你了吗？你看你这话说的，你不充会员，那广告里更有我。老雪，你变了啊！以前多实诚一个人啊，现在你好那个，我好啥呀？你好星期六。你有点正事儿，咱俩今天舔俩老脸站那块儿还整个组合，你不说要讲漫才吗？这倒是真的啊！我甚至呢把我们组合的名字都想好了。啥？我们的组合就叫“昨天晚上我梦到我太爷和我太奶了”。我太爷和我太奶呢两个人一起过来找我聊天，一开始呢聊得还挺开心的，但是也不知道为什么就越说越生气，越说越生气，到最后哎，两个人联手打了我一顿。你这是个名儿？破折号，死去的 CP 又来攻击我。行，那死去的 CP 咋没把你带走呢？你有点正形吧？我跟你说啊，漫才我一点不懂。漫才很好理解的，通常就是两个人给大家站在这里演绎一个比较虚构的故事，比如说就是我演一个过气的喜剧演员，生活里头就没招的站在舞台上就苦苦挣扎。虚构的部分在哪里？咋说话呢？那没准我明年我突然就大红大紫了呢。啊，虚构的部分在这里。老姐，你过分了啊！开玩笑的，你别往心里去。是那未来的事儿谁知道呢？未来的事情我知道。我收到了一封信，是50年后的自己写给现在的我的信。你看人不红啊，是容易疯。我把这封信带来了现场。你还真有。国仔你好，见字如西兰花。我是见字如面。我现在正在断碳水，所以就不能提面这个字了。这还长。国仔，我是50年后的你呀，你一定怀疑我的真实性吧？我现在就证明给你看。我说个事情，我们最爱喝的酒是25斤装的，25斤也太沉了吧？是的。酒是沉的香啊。是我。国仔，首先聊聊我们自己吧。这个时期的你，一定总因为写不出东西来，天天急得直跺脚。相信我，未来就不会有这个担忧了。呀，行啊，未来你灵感大爆发了。未来的我只剩一条腿了，没法跺脚。未来这么惨吗？倒也不用为我难过，我现在一双袜子能穿2天。心态倒挺好。国仔，未来50年后的今天，人类实现了永生。为了永生，鸡蛋7个，矿泉水8个，无糖可乐3个。永生的配方好朴素啊！王姐结婚2000，取件码5637，一会儿别忘了倒垃圾。哎，你拿人家信当便签了，你说点重要的。王姐结婚随多了。永生，关注永生。为了永生，记得保持身体健康，减肥吧，国仔。争取活到50年后。因为永生的手术是按照体重收费的，你知道我的一条腿是怎么没的了吧？哎呀，这就为省点钱。那咋了？想省钱你还不容易啊？想省钱用淘宝闪购啊。
而且悦享会员还能享受1对1急送。你商务多，你也不能说加就乱加呀，人家信里头说的是大腿的事儿。我说的也是大腿的事儿，淘宝闪购才是真大腿。专业。找不着了，跟丢了。嗯，你这商务加的，国仔，告诉你个好消息。未来讲谐音梗终于不扣钱了。哎，行，终于让你盼到那天了。而是会被判5到10年。真给你判了。现在的我还剩下2620年。不是咋的？你干谐音梗园区了？由于时间管理局的规定，我不能告诉你未来双色球的中奖号码。这时候严格上了。因为说了的话，我会被判15天拘留。那你就说呗，2000多年你都蹲了，你差这15天？15天可是半个月呀，我的半月板一直不好。就是今天的我造成的。说说身边的人吧，赶紧吧。你应该多了解了解雪琴。哦，还有我的事儿啊。毕竟人家可是写过《红楼梦》的人。那是曹雪芹，我姓李。他唱的《红日》也很棒呀。那是李克勤。他的《碟中谍》也很好看。那是汤姆克鲁斯，跟雪芹一点关系都没有。你这里有没有啊？有，看着了。你记得告诉李雪琴，过2年他会有一个大节。什么节？上海国际电影节。哎呀，2000年还是判少了，咱们也给你枪毙了。啊，跟雪琴还是要多多沟通的，毕竟3年后你俩会生一个大大的气。我现在就能生一个大大的气。生气的原因是因为你说话大喘气。生气的原因是因为脚好痒。我生的脚气呀？不是，我说我现在脚就好痒。你现在是不是就一双袜子穿2天呢？哎，有原因啊，原因是我们最后一次见西兰花的时候。啊，就最后一次见面的时候呗。啊，咋的了？我想请雪琴吃一家很好吃的红烧牛肉西兰花，但是她说她在减脂，不能吃西兰花，只能吃西兰花。我说给我个西兰花字，她没给。我说你不看生西兰花，你看佛西兰花。别讲，还有一番。我记得当年念到这里时，雪琴会把我们手里的纸抢过来扔了。帮我告诉他，他扔的纸不是一般的纸，是兰花指。对了，还有一个，我看看写的啥，来，你别念了。啊，对了，还有一个好消息，盘锦现在成了宇宙中心了。而铁岭真的成为了宇宙的尽头。我的妈呀，那宇宙连辽宁都没出。除了东北，其他地区融合成了一个超级大都市，统称三亚。我为这个城市想了个宣传标语：1+2等于几？三亚。没算错呀。当年我们总想着从东北走出去，现在机会都在东北，但很可惜，我却再也回不去了。好悲伤。因为啥呀？因为我还在坐牢呀！你该呀，谁该？很有逻辑，该，有些很有逻辑。在未来的世界里，人们总怀念2026，人们总说26年的车马很慢，发个邮件也要1秒才能收到。人们还在担心自己会不会被 AI 取代，其实 AI 不会取代人类，人该累还是会累。放心吧，朋友们，也没有更好，也没有更坏。要我再帮你生成一些 AI 没有取代人类的话，这不还取代了吗？开个小玩笑啊，开个小玩笑，就写到这里，未来再见吧，永生者们。完事儿了。这封信呢，你好好留着吧，寄过来一次不容易。其实我这里还有一封51年后的自己写给现在的自己。话那么多，你自己搁这念吧。谢谢大家。
谢国仔，谢谢雪琴。喜欢两位这段表演的朋友，千万不要忘记为他们投票。3、2、1，请锁票。谢谢两位。慢才，慢才，慢才，慢才。从何说起呢？就从签字手术说起。我访问你俩，咱们太像昨天、今天、明天了。我其实非常紧张，我从来没有演过，所以就是我在后来都快吐了，他们都不让我喝水，怕我在台上漾出来。非常非常确实没有那么会搞慢才。我也胃一直疼，然后我不光不是慢才，我都多年没上台了，我都怕我走丢了，我就。而且你俩其实没有搭着演过，没有，好默契啊，这事儿没有。哎，你看，我没有，就是没有。6年过去了，还是爱看这些玩意儿呢。这个我还真是没想到，这是第一次合作呀？对，第一次合作啊，在我印象里边，你们俩好像老合作，怎么感觉？口头合作呢。我这到现在我还记着，就是挺早以前的了。那时候反正在那说的时候，你那时候还习惯手一直搭在一个麦克架上，对对，然后就是这永远是以包袱存在，是吧？再也不扶话筒架了，上旁边必须得有人搭着啊，太美了，是纯利用，纯利用。哎呀。啊，我就一直这样看他们俩，就好高兴啊。对，然后我刚才脸上绽发出了很多观众一样的那种。就是我刚才拍的那个点是建国在那找字儿，他们俩一块在那找字儿，就有一种那个年迈的夫妻俩的感觉。找不着了，跟丢了。因为那个很明显是真没找着，然后我知道，就是很可爱，然后又有点心酸的感觉，就是，然后我就突然想到那个雪琴第一次来上脱口秀大会吧，对，第3季，对，然后想到那个时候的你们，然后想到现在，就是有很多画面，包括那个时候的我自己，就好多画面会浮现出来，真挺好的，我们看贼开心，贼温暖，谢谢，而且特浪漫，会觉得不浪漫。不是说，我觉得不是 CP 的那种浪漫，而是文本里面的，然后你们俩自然的一种默契的那种浪漫感。哥们儿嘛，哥们儿嘛。其实我觉得那个大伙儿觉得浪漫，其实是怀念当年的我们自己。尤其从国仔身上看到一股那种生涩，那高中生，你现在是南大。你这2句话其实就差了4、5年呢，高中生还是南大呀？你不都永生了吗？不差这4、5年了啊！是，得嘞。啊，这还挺好的，让人。实话实说，2个人演是比1个人演还是要不那么害怕一点。对，反正感觉丢人，2个人分担的那种感觉。对，你当年跟张博洋不是这么说的，是吗？我们俩大概1+1等于0.5。对，我们以后还是好好自己讲吧。你说张博洋是吧？你看，跟我搭过这漫才老庞，我也是。大家好，我是庞博。大家好，我是王建国。我们是日抛兄弟。有一个算一个，都还行嘛。但是国仔中间那块儿，我能看出来是真忘词儿，或者是真没找着。是没找着。但是那一下，反正比你自己讲脱口秀不担心，因为我觉得你旁边有个人，是他一定能帮你兜一下，一定能帮你找着。他真帮我找，我真帮我找着了，我是在这里。所以这个升华出来了这个漫才跟小品之间的东西，你知道，它是有人物了。鲁豫老师也是全程一个长辈慈祥的笑。对，终于明白什么叫姨母笑。你知道我当时也是就很感慨，觉得哎呀，很多年过去了，他们俩配合太好了，所以我当时就想，一个成熟的演员，一个优秀的演员跟另外一个人，他们俩在一起合作就是能有火花。所以那是什么样的好演员跟什么样的好演员能够在一起是1+1大于2的？比如你们俩，其实博洋也很好，可是如果2个人的，我自己感觉2个人的舞台人格都是那种极怪的怪咖的话，有点犯冲。所以找到2个好演员是互补型的，特别合适。我感觉得是，包括他们，其实他们今天这个文本我也特喜欢啊，看训哈，包括这个啊，包括它的内容是，而且他们俩这个搭配我觉得特别好，就是让建国自己给自己写信，然后雪琴帮着一块儿瞅这个，其实这本身就
就会让大家不自觉的就有一种特别能够沉浸其中，因为它是一个特平实一事儿，然后还加入一点微微的科幻元素啊，这个特好。这个本子是谁？您2位谁写的呀？我们一块儿传，然后没有我就改2句，主要是他，然后还有一些其他做漫才的朋友们，非常好的朋友们。哎，但是为什么您2位不选用之前特别习惯在舞台上那种就是平时说脱口秀的方式，然后再说呢？就为什么一定要演一个东西呢？其实你们俩站台上各抒己见不也挺好的吗？因为我们俩呀单独说呀，谁也写不出来稿子。哎，你说巧不巧？哦，没想到吧？不来了。哎，分则铿锵瘪肚，合则天下无敌。没有，分则只有我铿锵瘪肚。很好，那比赛还是要继续的。有没有朋友会发起挑战呢？我们请看大屏幕。快来挑战我们吧！加油！去吧！加油！加油！慢才！终于要开始了啊！好梦幻啊！终于能上台了，开始了，这是我第一次踏上齐丹的舞台。因为我们私下关系很好，也知道他，我不知道他接下来会不会讲，他会不会再上舞台，我都不知道。他在讲漫才就更不确定了，所以我觉得有可能这是我们和他们最后一次在舞台上同台吧，讲漫才，所以就特别珍惜。他们俩肯定没有我们俩默契足啊，对不对？对，我们俩天天在一块儿，他俩也不是天天在一块儿。我们俩是对，我们俩是搭档。安全出口、肉食动物也都是非常优秀的漫才组合。我们先请建国、雪琴来到休息区。登场的第一组漫才组合，台上虽然是2个人，但有可能会发出3个人的音量，因为我们在四面八方都会看到他们的标注，因为他们是安全出口。掌声有请！哎，大家好，我是王灿。大家好，我是大队长。我们就是安全出口。大家好。哎呀，好开心来到这里，真的。哎，欢迎来到这个喜剧之王漫才季啊！哎，确实啊，挑战魔王啊，我们作为一个节目新人，是，感觉有点冲动了。但是我觉得这样很帅，你们觉得呢？很帅。啊，因为我最近经常看那种格斗比赛哦，就那种 UFC，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哦，看过。里面有很多中国选手都很帅，你像李景亮是都认识吧？张凯丽都认识吧？张伟丽，张凯丽都穿足力健了，还打格斗呢。张伟丽，拳王特别的帅，中国力量，特别羡慕他们，是吧？哎，我就今天特别想体验一下那种当格斗选手的感觉。哦，哎，想演一下格斗选手的一天，怎么样？可以啊，那我们就来一下，好吧？格斗选手的一天，跟我有什么关系？啊，醒了啊！要不今天不去了吧？大学生啊，大学生啊你，勤奋一点，勤奋一点，勤奋一点。哎，洗漱，刷牙。哎呦，干呕。啊，带了个假牙。带假牙你刚刚刷毛线啊？刷假牙不就行了吗？刷假牙啊！哎呀，刷假牙就别呕了。这样，我来演你的教练啊，我带着你练，好不好？不然你还得吃早饭。训练我啊！这个明天的比赛非常重要。好的，教练。今天要对你进行一个特训啊！你觉得教你泰拳怎么样？泰拳好啊，是吧？就那个吗？哎，这什么泰拳？泰拳很刚猛啊，讲究用你的双拳、双肘、双膝、双腿去发力。啊，用这4个部位发力。明白了，教练。明白了，站起来。谁让你同时发力了？不会没关系啊，看着我教你。首先，双手护头，核心收紧，哎，重心在你的2腿间来回移动，差不多呢，能是这样吗？干嘛中场休息你上啊？我跟你说，不会没关系，不会你可以看着我，我慢慢教你，教练行不行？教练，你别生气啊！这个泰拳我确实不太明白，
啊，但是我最近也没闲着，哎，我自己在家研究了一套招式。你研究了一套招式？是一套掌法。哦，以你的名字来命名的。我的名字叫做大队长。你研究了一套大队长？哎，顾名思义就是将2个手掌对到一起。然后呢？别打了！这是大队长吗？这不大老王吗？一点气势没有吗？打格斗最重要的就是有气势，气势。入场就要用你的气势压倒对手。好，教练，明白了啊？我身高180，我身高180，说你自己的。我体重160，我血压170，我臂展185，我是臂展UP主。什么臂展 UP 主？这逼了嘛？你上一边逼了。可能我表达的不清楚，就是你要吓唬他，你明白吗？吓唬他，吓唬他，把假牙掏出来。不是 jump scare。是你让他觉得他赢不了你啊！哎，完全赢不了你，赢不了我。哎，哼，我告诉你，怎么着？你赢不了。凭什么？我爸是裁判。你爸是裁判能行吗？你爸不能是裁判，你得稍微得让他脑袋混乱啊！哎，让他心智紊乱，扰乱他。明白了？啊！我告诉你，怎么着？我爸是你爸。哎，乱不乱？哎，那不行，那你爸也是裁判了。我爸也是裁判。自己都乱了，放狠话你不会吗？放狠话，对我放狠话。我今天我就在这个花椒笼里打死你，信不信啊？8角笼啊！花椒笼给我去腥来了，打死我是吧？来，打死我！是，麦都给打掉了。来，继续打。哎！别打！大队长啊，喜欢用大队长。哎，宝贝儿，打比赛呢啊，快被打死了！爱你，爱你。快被打死了，还有空回女朋友消息？忙不是借口。没有回不了的消息。只有不爱你的人。最讨厌上价值的人，上价值。别，腿疼，给你踢坏了。外边是不是下雨了？外边。风湿病，高血压，戴假牙，是不是还穿足力健呀你？去医院检查。去医院吗？妈呀，还是个老将。喂，那个老板，对，我问医生，应该不影响明天比赛。问一下，谁是你们那个病人的家属？哦，是我是。你是他？我是他教练。你是他教练？对。你怎么当的教练啊？怎么了？那么小个玩意儿怎么打格斗啊他啊？哎呀，他有梦想，你别管了。行了，签字吧。哎，考虑一下啊，保大还是保小？保什么大小？问你保大腿还是保小腿？大腿没了，小腿留着干鸡毛啊？放家里供着呀！这是屁股，这是小腿。你别激动啊，这里是荒诞了，这里是医院啊，不要大喊大叫啊！我们已经做过检查了啊，病人的脐带已经完全撕裂了。韧带呀，脐带撕裂。今天之前他跟他妈妈一直连在一起。你别说这，喂，有情况啊？啊？咋了？哦，不需要，谢谢。骚扰电话接这么认真干什么呀？病人什么情况吗？病人什么？病人叫什么名字？叫王灿。王灿是吧？正在手术中。但是好像出了一点小意外。咋了？哎，他出现了一个这个大出血的情况。这不是小意外啊！现在需要这个紧急换腿，换血吧？你是 O 型腿不 ？O 型血，换什么 O 型腿呀？谁换了 O 型腿这么打格斗的？儿子，我儿子呢？王灿母亲，我儿子是不是出事了啊？他在手术，对不起，我就知道
您怎么知道的呀？本来跟我连一起连的好好的人没了呀！真是期待啊！谢谢。谢谢安全出口。喜欢这顿慢才的朋友，千万不要忘记为他投票。倒计时，3、2、1，请锁票。掌声再给安全出口。谢谢。为啥会挑战国仔和雪琴？因为就是想，就是大家慢才都凑到一起，然后能好看一些嘛。然后也是和这些老人们，不是老前辈们，能荣幸和前辈们同台，很荣幸。是，我们就是感觉，如果说要让大家看到慢才的话，那干脆就让大家能够不间断的看到慢才是什么样的。其实安全出口也是组合蛮长时间了，对不对？是。你们在一起，哎呀，这话好怪。你们一起工作多长时间了？快5年了吧？对，21年的夏天组成的慢才，已经是有第2个专场在演了，对不对？哎，是的。要不要跟大家介绍一下？叫赶趟，还挺好笑的。希望大家都能来线下支持。对，感谢。还有海量鱼票。怎么样，大林？这对慢才感受如何？因为我从小就知道慢才这种艺术形式嘛，甚至说我小的时候去大阪旅游，还专门去买票去看了慢才。因为我不懂日语啊，我一句都听不懂，确实不明白。但是看2个人那个在舞台上那个感觉是很像相声的，所以我就一直特别关心这门艺术形式。我很希望，在咱们的舞台上能有特别优秀的慢才组合出现。而且到最后，您这个表现确实也都很好。慢才本身这种人物之间的互相转换啊，是吧？这个上下台速度特别快，而且到为什么最后你们俩掉了一个这么站呀？因为在我们俩的理解中，其实慢才没有一个说是什么固定的站位只是我们觉得需要切换一个场景的时候，这样可能会更加的顺畅一些，更容易理解。对，观众会知道，换了个场景了，大概是这么回事。那所以说这个也没有一直就是固定谁是纸人谁是怪人，是吧？其实是有的，来回也有一些变。对，但我们2个喜欢这样，我们2个之前都是做那种就是来回互换，就是在一个本子里面会互换装傻和吐槽的这么一个形式，规定谁是那个傻。对，但是好像就是可能我们能力也有限吧，因为去年在另一档节目被快这个就别说了呀。鲁豫老师也在，你也来这边了，少说2句。去年也对我们做出过中肯的评价啊。台上有人装傻，真省事儿了。是。他们俩双吐槽，双装傻。然后我觉得今年特别好的一点，我实话说是叫低开高走，慢慢就渐入佳境。中间你的那个东西掉了嘛，然后你瞬间把它拾起来，一边还就正好是一个手机的一个对那个衔接的，甚至我认为那是设计，因为衔接的非常好，说明你现场是很自然的。对，是能够掌控这个舞台的。那个一定是舞台就小事故，对吧？他那个麦克风掉下来嘛。是，没事，我们出过更大的舞台事故。而且特别巧，昨天我刚采访完张伟丽。张伟丽，不是张凯丽。我这儿再说一小插曲啊，我去年扮演过一个人物，就叫王灿，扮演我母亲的就是张凯丽。不是大队长。那没毛病了。我觉得那个王灿特别有一种动画人物的感觉，你特别像个动画人物。我像什么？动漫人物。耳朵不是。光嗓门大，耳朵不。卡通人物。对，卡通人物就很可爱，然后你做很多动作就会很浑然天成的一种。他说很浑然天成。谢了。你也很漂亮。谢。这种话放心里就好了。没有冒犯的意思，王灿像一小动物，就是很那种土拨鼠，是不是？我就觉得，哎呀，真是，因为我为什么会觉得很好，是在于那个麦克风掉下来是一个舞台事故，但是他把它处理得很好，他后面接的又是他整场最打破很多东西的一个大包袱，就会所有事儿、所有气都往上推到一起。我甚至会想，不出这个舞台事故或者没处理得这么好，那个包袱、那个梗也不会这么精彩。可能是喜剧之神降临了。对。拔这么高吗？那一刻可能北野武来到了你身上，他找到安全出口了。他行，谢谢安全出口，谢谢各位，谢谢。请来到国仔雪琴旁边。热闹的，这个座第一次出现了热热闹闹的感觉。
安全出口那个也，就是巧妙，那个保大腿还是保小腿，你说这是怎么想出来的呢？这种人，他上过小学吗？我感觉他们段子有一种没被知识污染过的那种感觉。我俩是那种会在教室前后追逐打闹，被老师拎到窗口去上课的小孩。我没有他那么喜欢恶作剧，但他就天天给人恶作剧。恶谁作剧了？就是我们2个人下雨了，在地铁里面，但我们俩手上都有一把伞。他说剪刀石头布，谁输了谁把这把伞打开，站在地铁里。然后我就输了。在路上。然后他说再来一把。一会儿剪刀石头布，谁输了谁打着伞下这个楼梯。他输了，他一开始还在慢慢走，打着伞，然后感觉明显他心理防线要崩溃了，越走越快，越走越快，然后打着伞在地铁楼梯里狂奔，哒哒哒哒哒就下去了。看了2组优秀的漫才表演，接下来是这组 PK 的最后一组，也是大家很久没见的老朋友了，甚至是很多朋友漫才的第一次接触、第一次启蒙。我们欢迎他们回到舞台之上。